世子不见了，全府找得翻天覆地。老东西，快说，世子到底在哪儿？世子啊，当然是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你胡说什么？我在中永侯府当了20年厨娘，安安分分，从青丝到鬓角微霜，从打下手的帮厨到独掌小厨房的张婶，侯夫人的胃口是我一点一点摸透的。她嗜甜，厌肥腻，爱清爽汤羹。寻常富贵吃的是珍惜，侯府夫人吃的是心思。我有个女儿叫阿和，今年19，在夫人院外做洒扫。她性子软，说话细声细气。阿和是个有福气的，等在大些求个恩典，许个老实本分的小子，安稳一辈子。谢嬷嬷吉言。阿和，怎么这么冷？怎么回事？谁干的？这侯府里能这样无法无天，能让一个丫鬟受了这般折辱，却连哭喊都不敢有的，还能有谁？世子谢宇，那个被侯爷和夫人捧在手心里，被全府上下尊着敬着，看似温质尔雅，实则荒淫暴虐的纨绔。去烧水，多烧些。别怕，娘在。你先下去。这种子是我刚进府时带来的嫁妆之一，泥料细腻，养得油润。汤成了。最后等余温将最后一丝咸味逼入汤中。要确保汤汁毫无杂质。张婶儿这么早，夫人昨儿还念叨嘴里没味儿呢。
还是你贴心。就是这个味道，鲜的醇厚，甜的不腻，润到心坎里。府里那么多厨子，也就你总能把准我的品味。世子昨夜听说又歇在外书房了，这孩子总是不爱惜身子。下人们的事，奴婢不清楚，世子爷自有主张。这汤极好，我晌午还想用些，你且去备着吧。是。奇怪，这都晌午了，少爷能去哪儿？不见了，还是不见。看到世子爷了吗？常去的后园、偏殿，你们可寻过了？哇，这下真乱了套了。逆子，这滚到哪里去胡天胡地？给我找！把他常去的秦楼楚馆，还有那些狐朋狗友的宅邸，偷偷给我翻一遍。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救回来！没有，常去的地方全问遍了，都没见着爷的身影。允儿从不这样的。就算她平素再怎么胡闹，走的时候也总会给院里留个话，怎么会连个人影都摸不着？夫人，你仔细想想，允儿近日可有什么异常？或者是她在外头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第二天、第3天，依旧没有消息。谢灵动用了官面上的关系，连京兆尹都惊动了，暗地里帮着寻访，依旧石沉大海，依旧没有消息，就像一滴水蒸腾在了空气里，没留下丝毫痕迹。听说了吗？没准是被仇家绑了票，我看是欠了赌坊巨债，跑路躲起来了。更离谱的，都说世子爷是被那狐仙妖精勾了魂去，化成烟了。夫人这是忧思过度，肝气郁结。老臣开几副安神汤药，切记不可再动怒。夫人，汤好了。你喝的越多，这药瘾就越入骨。张婶儿，夫人请你过去一趟。好。张婶，你在侯府20年，我自问待你不薄。夫人恩重，奴婢铭记。那好，你告诉我，世子在哪儿？夫人，您别急，世子啊，当然是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呢？
胡说！你疯了！你这个疯婆子！你在咒我的允儿！说清楚，什么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世子他到底在哪儿？夫人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您这几日喝的汤，可还合胃口？那汤，你放了什么？所以，夫人，那晚您是看到了的，对吗？但是您没有阻止，而是放任，甚至事后连责问都没有一句。在您眼里，我们这些下人都不算人。疯了！你疯了！我是个卑贱的婢子，你竟敢！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夫人，世子爷金尊玉贵，他的去处自然也是极好的。或许是去了一个再也不会惹您生气，再也不会让您担惊受怕的地方，您该为他高兴。拉住他，给我打！记住，别让他死了！给我问，撬开他的嘴，问出我女儿的下落。问不出来，我让你们统统陪葬！说，世子爷在哪儿？奴婢不知。夫人喝的汤里到底有什么？金丝玉髓都是夫人关爱的。放屁！世子是不是你害的？奴婢不敢。不敢？那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回哪儿去了？我说的每一句，都在把他往那个最恐怖的深渊里推，却又没有一句是确凿的证据。打！继续打！打到他说实话为止！去，把他女儿阿和带来！张婶儿，现在说还来得及。告诉我允儿在哪儿，我饶你母女不死，给你们一笔钱，远远打发出去。否则，我就让阿和也尝尝这鞭子的滋味。你熬了一辈子汤，总不想最后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熬成一锅烂肉吧？阿和他不见了！什么？什么叫不见了？一个大活人能在府里凭空不见了？你们这群废物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奴婢们去了他们住的下房，里里外外连床底柜子都找遍了，真的没有人。同屋的丫鬟说，昨晚上就没见阿和回去睡，问他去了哪儿，那丫鬟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奴婢们去他可能去的地方都寻了，浣衣处、后园子，甚至连废弃的井边都看了，都没有啊！夫人，夫人，守后门的刘婆子说好像天快亮的时候，瞧见一个身形有点像阿和的丫头，那丫头挎着个小包袱从角门出去了。刘婆子说她当时迷迷糊糊的，没太看清，也没敢拦。跑了，居然敢跑！没有腰牌，他怎么出的门？腰牌，谁给他的腰牌？整个侯府上下能调动马车开去通关腰牌的人，加起来不超过5个。侯爷算一个，你算一个，世子也算一个。可世子失踪了。是你，到底做了什么？阿和去哪儿了？告诉我！夫人这话问得奇怪。阿和一个签了死契的丫鬟，没有主家放行，她能跑去哪儿？你还在
谁帮了他？谁给他的胆子？或许是世子给的腰牌呢？你胡说！世子平日待下人宽厚，赏个腰牌，放个小丫鬟出府玩耍，也不是不可能。把他带走，丢回柴房去！地牢的鞭刑熬过去了，只要这东西还在，我的命就还没到尽头。管事嬷嬷说了，这是夫人的吩咐，饿不死就行，别让你这老骨头死得太痛快。阿和应该已经出城了，只要他平安，这侯府泼天的富贵与罪孽，也该到清算的时候了。世子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侯爷，可还记得20年前腊月初7的那个夜晚？那年你刚升职，意气风发，同僚设宴庆功，你醉酒强占了酒楼里伺候的小丫鬟，而那个丫鬟正是17岁的我。那一夜后，我战战兢兢，却终究没能逃过厄运，发现自己怀了身孕。我不敢声张，更不敢让人知道腹中怀的是谁的骨肉，只能变卖了唯一的首饰，偷偷找郎中抓了最猛的打胎药。可那碗苦涩的药灌下去，这孩子却像是长在了骨血里，顽强地流了下来。接生的老嬷嬷流着泪劝我，说我本就身子弱，若是再强行打胎，这世上便没了我这个人，只会落得个一尸两命。我就那样挺着肚子，用宽大的旧衣遮掩，生生藏了7个月，直到肚子再也遮不住，流言蜚语快要将我淹死，我实在走投无路，才在那大雪纷飞的夜里，去求了当时新婚燕尔的侯爷您。侯爷，阿和就是当年那个活下来的孩子，他流着您的血，是您亲生的嫡亲女儿。放肆！你这疯妇，竟敢攀污侯门血脉，简直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侯爷心里最清楚，这血脉亲缘是老天爷记下的账。20年前那个晚上，您醉得不省人事，生生扯碎了这块贴身玉佩，一半被您当年随手带走，剩下这一半，我在这侯府的小厨房里整整藏了20年。他在怕，他终于记起这块玉佩，也记起那个被他亲手推入深渊的17岁少女。怎么会？竟然是她！既然她是您的女儿，那您可知，您的好儿子谢允那晚对她做了什么？侯爷，您那金尊玉贵的世子，那晚在那条阴暗的小径上截住了阿和。他回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衣衫不整，脸色白得像府里刚刷过的墙。他一言不发，直接舀起一瓢冰凉刺骨的清水，从头浇到脚，就那样生生浇了3瓢。
我拉住他，那层薄薄的青布衣袖下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青紫瘀痕，还有他的长发，在后颈那一块被人生生扯掉了一大圈，头皮红着，还在往外冒血丝。阿和褪下里衣的时候，那洁净的白棉布上全是暗褐色的点点血迹。他终于明白我在地牢里对林婉说的那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到底意味着什么。谢允那个畜生竟然亲手毁了他同父异母的亲妹妹！孽畜！他在恨他悉心培养的继承人是个禽兽，更恨这因果报应回到了他最不堪的私生女儿身上。阿和呢？阿和现在人在哪里？是不是林曼？是不是他对阿和下了杀手？侯爷放心，阿和已经离开了。这个吃人的地方，他哪怕多待一刻都会觉得脏了劲。侯爷，阿和在这府里出生，在这府里长大，整整19年。这19年来，他低头弯腰，恭恭敬敬地喊了您19年侯爷。这19年，您可曾哪怕有一次正眼看过这个女儿一眼？您可曾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最怕什么？这府里上上下下，哪个管事嬷嬷，哪个粗使婆子不曾刁难过他？那时候，您这个当爹的，可曾在他被人欺辱刁难时护过他哪怕一次？本侯确实亏欠了他。侯爷，夫人请您过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议。让他等着，还不快滚！侯爷，您这位夫人可是这京城里出了名的温婉大度，可您不知道，这侯府后宅里多少稍有姿色的丫鬟，被他以各种名目打发去了庄子上做苦役。那些没被赶走的，也大都被他随便配给了府里最下等的奴才，或者干脆不知所踪。他是刻薄善妒到了骨子里。若是他早知道阿和的身世，阿和根本活不到19岁。你处心积虑藏了19年，又在今日和盘托出，到底想要什么？银子、良田，还是城外的宅院？只要你开口，本侯都能给。拿着这些，带上阿和离开京城，本侯保你们母女余生荣华富贵。那些东西，奴婢通通不要。奴婢这辈子在灶台前熬干了血肉，不求富贵，只要一个公道。公道？谢云已经失踪了整整7天，整个京城，甚至城外纠县都翻遍了，也找不到人，你还想要什么公道？世子为什么会凭空失踪？侯爷难道就不想知道吗？你知道允儿在哪儿，对不对？快说，她在哪儿？侯爷高看奴婢了，奴婢只是个终日围着灶台转的厨娘，怎么会知道世子的下落？那奴婢知道，
能让世子在侯府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还不留下任何痕迹的，绝不是外人。这京城官道，城外庄子都翻遍了也没人，侯爷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最了解世子星座，最能不动声色处理掉世子的人，从来都在侯府内宅，在侯爷您的身边。云婉，她可是允儿的亲生母亲，她怎么敢？正因为是亲生母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灭顶之灾。我会查清楚，若事情属实，本侯定给你们母女一个交代。阿和，一定要走得远远的，千万别回头。奴婢姓冯，20年前，奴婢和您还有翠娘，咱们3个人当年住过同一个屋。翠娘，那个笑起来颊边有2个梨窝，总爱把省下的白馒头塞给我的傻姑娘。20年前，您刚进府那会儿，这侯府里还没这么些吃人的规矩。那时候，您和同屋的翠娘最是要好。那孩子比您小1岁，性子最是软糯心善。那时候您怀了阿和，挺着肚子被人背地里吐唾沫，被管事嬷嬷没日没夜的刁难。是翠娘啊，她拼了命的帮您遮掩，半夜里缩在被窝里给您缝响肚兜，还从大厨房偷偷给您串热乎的熟鸡蛋。那时候，她总是抱着我，说等孩子生下来，她要当干娘。冯嬷嬷，您告诉我实话，翠娘当年真的不是失足落井吗？翠娘她不是失足，她是被人生生推下那口枯井的。我就知道，那个爱笑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姑娘，怎么会无缘无故落井？当年府里上下都说翠娘是半夜打水狡猾，老爷为了名声，还额外赏了她家里20两银子封口。可这府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相。那天夜里，我因为闹肚子起夜，撞见了这辈子最可怕的一幕。在那条通往后院井边的石子路上，我瞧见2个5大3粗的婆子，一左一右架着翠娘。翠娘嘴里塞着团破布，眼睛瞪得老大，满是泪水。她看见了我，却拼命摇头，眼神里全是快跑，别出声。是谁？到底是谁干的？果然是林婉。那年，林婉刚嫁进侯府不到3个月，正是新婚燕尔，全京城都夸她贤良。侯爷谢岭奉命去南边办差，
原本说好要去2个月，谁曾想这一趟差事竟成了一切罪孽的开头。侯爷带人走到半路上，遇到了山匪劫道，虽然没受重伤，却因此耽误了南下的行程。侯爷索性调转马头，提前了半个月秘密回了府，想给新婚娇妻一个惊喜。侯爷是半夜到的，没惊动府里的任何守卫，只身一人悄悄进了后宅。他本想给林婉一个惊喜，连大灯笼都没让人打，就那样趁着月色摸进了锦瑟院。结果他刚走到锦瑟院内室的窗户根底下，就听见房里传出了男人的声音。侯爷当时就怒了，新婚之夜竟然听到房内有异动，哪个男人受得了？他那一脚几乎把房门踹烂了。可屋里黑灯瞎火的，还没等侯爷看清，那个男人听见动静，立刻从后窗翻了出去，眨眼就跑没了影。那林婉呢？他就没被抓个正着？哼！林婉当时衣衫凌乱的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指天誓日的说屋里进了毛贼，他吓得大喊，却没喊应。那时候侯爷正值新婚燕尔，心里眼里全是他，被他3言2语一唬，竟真的信了是遭了贼。可偏偏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指使就是包不住火的。第2天清早，翠娘按例去锦瑟院收拾房间，她是那般细心又勤快的姑娘。就在她弯下腰清扫拔布床底的积灰时，指尖触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物件。她在床底下捡到了一块青玉雕的鸳鸯玉佩，成色极其普通，那东西粗鄙得很，根本不是侯府里该有的东西。在侯府这么多年，有些事情该让你知道了。翠儿那丫头实在太老实了，她捡到了那块不属于侯府的粗鄙玉佩，没敢私藏。她就那样捧着玉佩，天真的去了内室，亲手交还给了林婉。林婉看到那块鸳鸯玉佩的一瞬间，整张脸唰的一下全白了，白得像涂了浆糊。她当时什么也没说，竟然当场从头上拔下一只沉甸甸的金钗，生生塞进了翠娘手里。她反复叮嘱翠娘，说这事儿天知地知，绝对不能对任何人吐露半个字。可翠娘拿了那只金钗，不仅没有欢喜，反而像是拿了烫手的火炭。她日夜不安，连着好几晚都在被窝里发抖，说是总做噩梦，梦里全是林婉那张阴森森、透着杀气的脸。有一天深夜，翠娘实在是撑不住了，偷偷摸到我房里，整个人抖成一团。她哭着跟我说她害怕，说她总觉得夫人那个眼神根本就没打算放过她。那时候我劝她，让她把那块催命的玉佩赶紧扔进阴沟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兴许还能保命。可翠娘那个死脑筋，她根本不敢扔，她觉得那是林婉的把柄，她觉得留着玉佩，万一夫人哪天真要灭她的口，她还能拿出来，那是她最后的保命牌。原来这块玉佩竟是这么来的，它不是普通的碎玉，它是翠娘用命换来的把柄。翠娘死前的那个晚上，整个侯府都静得吓人，连巡夜的家丁都没见着几个。她就那样偷偷摸摸的避开所有人，最后一次摸进了您的屋子。那时候您刚怀上阿和，正是身子最沉最容易惊醒的时候。她当时浑身发抖，像是在冰窟里捞出来的一样，牙齿打着颤，手里全是冷汗。张姐，我要是出了事，这玉佩你留着，万一将来能用上。我当时
我当时只当他是白日里受了委屈，在胡思乱想，我还笑着安慰了他几句，让他早点回去歇息，说明天还要一起去江喜房。我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那天夜里，我因为腹痛难忍，偷偷摸摸去后院寻毛错，却在那条通往井边的石子路上，我亲眼看见了翠娘是怎么没的。她看见了躲在假山缝隙里的我，那一刻，她没有呼救，而是拼了命地对我摇头。她在求我千万不要出来，求我保住自己的命。我吓得瘫软在地，牙齿打着颤，眼睁睁看着那两个恶仆把翠娘抬了起来，头朝下扑通一声，那水井里的回响，这20年来每晚都在我耳边转悠。他们还没罢手，竟然又搬来几块磨盘大的石头，一股脑全砸了下去，非要确保没有活口。第二天，府里就传出了翠娘失足落井的消息，说是她自个儿不小心。我害怕极了，我怕林婉下一个要杀的就是我，于是我拼命装病，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我求了管事，总算请色去了城外最偏远的庄子，在那地界一待就是20年，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谁成想，直到去年我才被林婉想起来，一纸调令又把我揪回了这吃人的侯府。这20年，我像守着一颗随时会燎原的火种，在这吃人的侯府里隐姓埋名，守着翠娘用命换来的把柄。侯府里的这些龌龊事终究是藏不住的，林婉欠下的累累血债，总有一天要连本带利的还回来。我原本只想护着阿和安稳度日，在这厨房里熬到白头也就罢了，可谢雨那个畜生，还有林婉那个毒妇，是他们亲手断了我的念想，把我逼上了这条绝路。张姐，我知道阿和受了天大的委屈，也知道您这些年过得比黄连还苦，可林婉那个女人心狠手辣到了骨子里，背后又有权势滔天的林家撑腰，我真怕你还没等把他拉下马，就先被他给生生撕碎了。林家又如何？侯府又如何？这天底下的公道，总归是要有人去讨的。他的把柄在我手里钻了20年，该清算了。谢岭从柴房出来后，就再也没踏进过我这院子半步，连句话都没留。他不仅没来，还派了亲卫把那破柴房围得铁桶一般，连个送饭的婆子都要搜身。他到底在怀疑什么？那个老奸人到底跟他说了什么？这打听了吗？侯爷这2天到底在干什么？回夫人，侯爷昨个连夜派人去了城外的庄子，听说是去找了当年贴身伺候夫人的那几个老嬷嬷的家里人。还有，侯爷的人还去了当年给阿和接生的那个稳婆家里。谢岭竟然在查当年的事，他在翻那些烂在土里的陈年旧账。不能再等了，那个老贱人多活1个时辰，本夫人就多一份危险。找个身手利索的，趁着夜深人静混进柴房，把张婶那个疯婆子处理掉，伪装成伤重不治的样子，才最能守住秘密。张婶，侯爷有令，请您移驾锦绣小裙养伤。张婶，您慢点，屋里已经熏了艾叶，炭火也生得足足的。
这些都是侯爷特意吩咐用的西域金疮药，断不可沾水，需静养半月。侯爷还交代了，让您在这儿安心养伤，需要什么尽管开口，现下全府上下都要听您的吩咐。谢凛啊谢凛，你终究是信了我的话，开始去翻那些你以为这辈子都不必面对的丑事了。还不够，这点火候烧不死那个毒妇。而他要帮他下定决心，把林婉彻底拉下来。侯爷，人带回来了，是在城南40里外的老村子里寻到的。当年的事，你若敢漏掉半个字，本侯绝不轻饶。回侯爷，老婆子这辈子接生过无数娃儿，唯独对张婶当年那个闺女记得清清楚楚。那孩子是足月生的，老婆子掐指算了又算，日子对得严丝合缝，正是那年腊月初7那夜怀上的。老婆子当年第一眼瞧见那娃儿，就觉得那眉眼、那轮廓，跟侯爷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证物证俱在，阿和的身世在这一刻彻底做祸了。侯爷，查访林家当年的生产情况，带回了一个足以撼动侯府根基的密文。当年伺候夫人生产的长侍嬷嬷，去年年底临终前给儿子留了这封信。老身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帮着夫人林婉瞒天过海，在这侯府里造了一场泼天的假。当年夫人林婉与她的表少爷陈文礼早有私情，珠胎暗结。恰逢侯爷远在北境打仗，归期未定，夫人便威逼利诱老身。林婉谎报了生产日期，把早产月余说成了足月产子。世子谢云根本就不是侯爷您的亲生儿子。新婚之夜竟然听到房内有异动，哪个男人受得了？从天黑做到天亮，每一刻的寂静都在嘲笑我这20年来的荒唐。我为他铺好了所有的路，为他闯下的无数祸事擦了20年的屁股。7、8分像，整整7、8分像。婉陈文礼，你们好得很。
原来真相竟是这般不堪。你看着这封信，为何一点都不惊讶？张婶儿，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谢大人，这是在教我做事。是你教本侯做事。奴婢只是一介厨娘，深宅大院的事儿哪里能早就知道？奴婢只是猜到了大概。毕竟这些年，夫人与那位表少爷陈文礼走得实在太近了些。侯爷常年征战在外，府里那些安杂事儿不是没人看见，只是没人敢说，更没人敢往您耳朵里传。若是真想找世子的下落，也想抓那对奸夫淫妇的现行，不妨去城南的悦来客栈问。世子常年在那儿包了一间上房，说是会友，实则每次去，陈文礼都在。林婉这阵子时常干呕，脸色蜡黄。太医诊脉说是忧思过度，肝气郁结。他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是不是也不是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刀子，能一刀刀割开他仅剩的那点尊严。侯爷出征北境的那3个月，府里虽然戒严，可夫人毕竟是这府里的主子。他时常深夜偷偷从角门出府，换了寻常妇人的衣裳，乘着不起眼的轻油马车去悦来客栈见陈文礼。府里的巡夜护卫其实不止一次撞见，甚至有人瞧见过陈表少爷半夜翻过锦瑟院的后墙。只是这侯府上下，谁敢拿自己的性命去触主子的眉头？大家伙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这侯门体面在烂泥里发臭。侯爷，这就是当年翠娘在林婉床底下捡到的东西，这也是翠娘被灭口的真正原因。她捡到的不是玉佩，是林婉偷韩子的命门。那天夜里，冯嬷嬷就躲在假山后，亲眼瞧见2个婆子架着翠娘，翠娘嘴里塞着布，求救无门，就那样被生生扔进枯井。林婉怕她不死，还让人往井里砸了巨石。带上暗卫，去城南悦来客栈，把底子给我翻烂了。天子1号房里，除了世子，平常见的最多的是谁？是陈表少爷，陈文礼陈爷，他几乎每隔2、3天必到，回回都跟世子爷待在一块儿。侯爷，查实了，世子谢允在悦来客栈常年包了天号1号房，每次世子去客栈，陈文礼必定也会现身。会友，好一个会友！去客栈后厨伙计看见，
世子失踪那天夜里，陈文礼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丁行色诡秘。他们把人抬上了一辆全黑的马车，那车子没挂灯笼，飞快地往城南郊外的方向去。快，把这信送去林府，让我大哥务必帮我打点好官面上的关系。还有，派几个身手好的，去城南把那个老稳婆和当年的知情人全都处理干净，一个活口都不许留。夫人的人大半夜的，这是急着去哪儿送丧啊？林婉的所有动作，在这一刻都成了他心虚且恶毒的体质，再无翻身。侯爷，顺着悦来客栈那辆黑色马车的印记，兄弟们一路追查到了城南。那马车最后消失的地方，正是陈文礼在城南的一处隐秘私宅。陈文礼这些天一直闭门不出，私宅是为森严，加了双倍的家庭护院。你闻到了吗？这股子药味里透着一股子死肉的腐味儿。药味儿，腐味儿。好一个陈文礼，好一个陈私宅！调集府里所有的贴身侍卫，一个不留，立刻包围陈文礼的私宅。我要亲自去看看，藏的到底是什么。挡我者死！侯爷，您深夜闯入微臣私宅，这是何意？还要本侯替你念一念这些心心里的温存话吗？说，你与林婉这20年的私情，还有谢远那个野种到底在哪儿？侯爷，这定是小人栽赃。那些信不是夫人的笔迹。侯爷，属下从后院密室的地砖下搜出了陈文礼与林婉往来20载的更贴信物，还有我全都认了。我与婉儿私通20多年，谢云他确实是我的亲生儿子。说，那个畜生，那个野种到底在哪儿？雨儿失踪那天，他像个疯子一样冲进我这儿，开口就要5万两银子去还他的赌债。他不仅要钱，还指着我的鼻子大笑，
逼着我认下他这个亲爹，否则他说若是拿不出钱，他就要把我和婉儿这20年的私情捅到御前，闹得满城风雨，让大家都不得好死。我当时只是一时气急，怕他真的去闹，就骗他喝下了掺了过量迷药的酒，想把他绑起来吓唬吓唬。可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些年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子，药量稍微重了一点，他竟然没撑过去。他就在我眼前断了气，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首。我怕事情败露，怕侯府查到我头上，就趁着夜色找了几个心腹家丁，把尸体抬走了。我把他偷偷藏到了悦来客栈最深处的那个冰冷地。带上陈文礼，去悦来客栈的地窖，去收敛世子的尸身。人在这里，身上还绑着陈府特有的五花大绑粗麻绳。人证、物证、尸证，所有的真相在这一刻水落石出，再无半分狡辩的余地。陈文礼那个奸夫，直接丢进死牢，不必让他见明天的太阳。今晚去处理锦瑟院的事，别惊动外头的守卫。20年的债，该一笔一笔清算了。再铺后些，侯爷要是待会儿过来，不能让他瞧出半点病气。侯爷，您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妾身正念叨着您呢。林婉，看看这些东西，你可还觉得眼熟？侯爷，这些都是假的，是张婶那个老贱人栽赃陷害妾身，是有人嫉妒妾身，伪造了这些书信证据来害我，你千万不能信啊！冯嬷嬷，把你看到的，当着夫人的面再仔仔细细说一遍。夫人，老奴亲眼看见您派那2个婆子架着翠娘，生生把她丢进后院枯井，还搬了巨石砸下去灭口。这些年，世子谢允在外头抢占民女，强占丫鬟，哪一桩不是您在后头出钱出力，杀人灭口，替她擦屁股？老畜生，你竟敢反咬主子！我要撕烂你的嘴！林婉，你给我戴了20年的绿帽子，养了20年的野种，为了侯门体面，我忍了。你在这后宅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丫鬟，为了家宅安宁，我也忍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纵容谢允那个畜生，亲手糟蹋了我的亲生女儿阿和。侯爷饶命，妾身知错了，看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上，饶了妾身吧。把他送去城外最偏远的庄子，铁锁加身，严加看管，这辈子都不许再踏入京城半步。
听说了吗？锦瑟院那位昨儿半夜突发疾病，连夜被送去城外最偏远的庄子养病了。什么养病？这消息一早就传遍了全府，我看是彻底失了势。世子院里的所有下人，还有林婉的心腹嬷嬷、婆子、丫鬟，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从今日起，全府上下不许议论夫人和世子的任何事，违令者直接杖毙发卖，绝不姑息。府里的人都心知肚明，那些不见了的人，要么被发卖到了偏远的苦役庄子，要么被直接处理了。没过几天，城外庄子上传来了林婉病故的消息。那曾经显赫一时的侯夫人，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没了。对外只说是忧思成疾，急症离世，明白了吗？哼，陈大人，别喊了，侯爷亲自监办，抄家灭族，秋后问斩。快着点儿！侯爷吩咐了，此等孽障，连侯府祠堂都不许进，直接草草下葬。忠勇侯府20年的龌龊与肮脏，终于在此刻迎来了彻底的清算。侯爷，人就在里面。这是当年翠娘生前攒下身底银子，偷偷买下的唯一房产。这19年，她竟然就住在离我不到5里的地方，而我竟从未找过她。您就是那个自称是我父亲的男人。姑娘，张婶还在府里等着您。她说只有您回去了，这天底下的公道才算真正落了地。既然我娘在等我，那便走吧。恭迎大小姐回府。洪有好。娘，我想出去走走。那是翠娘当年被生生淹死的地方，也是一切罪孽与公道的起点。冯嬷嬷告诉我，翠娘姑姑是个很好的人。她说，若不是翠娘姑姑当年冒死留下的那个小院子，这些日子我在这京城里怕是连个落脚遮雨的地方都没有。这个香囊是我亲手绣给翠娘姑姑的，我想谢谢她，谢谢她当年护了我们母女。
娘，我们回家吧。好，我们回家。侯府20年的恩怨情仇，那些鲜血、眼泪、隐忍与复仇，终于在这一刻落下了帷幕。19年的亏欠，这一生我都要在悔恨与孤独中一点点来赎罪了。过去的阴霾终究是散了，未来的日子会是安稳的。